大家好，欢迎来到天涯神贴。在这片广阔的网络世界中，总有一些贴文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见，成为了无数网友心中的经典。天涯神贴带您一同探索这些隽永的文字，感受智慧的闪耀与思维的碰撞。我们的频道致力于搜罗和解读网络中最具影响力和讨论度的神贴，从幽默风趣的调侃到发人深省的故事，每一篇神贴都在传递着不同的情感和思想。我们希望透过这些内容，让您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份轻松与启蒙。今天与您分享的神贴内容是老板育人的5个权谋术，掌握了可让身边的人对你言听计从。世界就是丛林法则，动物靠爪牙猎食，人类用思维操控。一层人能驾驭一层人，是因为他们知道了别人不知道的秘密。背后的秘密就是人性操控术。1. 设计控制兽性的制度。人性有光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有句话说得好，不背叛，只是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大。当利诱大到一定程度，人性阴暗的一面就会被诱发。千万不要相信人性，只有规则和制度才能让人性的阴暗无处发挥。据说盗墓一般要2个人才能胜任的工作，比如打一个洞，其中一人下去取珠宝玉器，另一人上面用绳子系上来。但一开始经常发生拉绳人陷财起义，抛弃下面同伙而去的事，于是演变为盗墓团伙以父子居多，但也发生了儿子扔下墓里亲爹的事。最后形成行规，儿子下去取货，老子上面拉绳子，就再没出现过把人落在墓坑的事。这真是制度建设的鼻祖。有7个人曾经住在一起，每天分一大桶粥。一开始他们抓阄决定谁来分粥，每天轮一个，于是乎每周下来，他们只有一天是饱的，就是自己分粥的那一天。后来他们开始推选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出来分粥，结果大家开始挖空心思去讨好他，贿赂他，搞得整个小团体乌烟瘴气。最后大家想出来一个方法，轮流分粥，但分粥的人要等其他人都挑完后，拿剩下的最后一碗。为了不让自己吃到最少的，分粥的人都尽量分得平均。大家快快乐乐，和和气气，日子越过越好。同样是7个人，不同的规则就会有不同的风气，这就来自对人性的理解程度。任何的制度都必须从人性的恶出发，所以一个好的领导必定是人性高手。我们看到很多人特别讲礼貌，团队风气特别好，万别相信是因为天生素质高，也别认为全是教育的功劳。德国人有一个好习惯，前面的人喜欢帮后面的人扶门。有人说德国民众天生素质就高，其实也不尽然，真正的原因是联邦德国成立后，政府制定了一套规则。比如德国有法律规定，关门时不小心把人撞了，你得无条件赔偿，还得帮人医治。这些规定都很具体，操作性很强。还有遵守交通规则，有序排队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良好的行为就变成了习惯，这个出就变得文明起来了。设计制度要从不相信人性的角度去设计，你的制度才是成功的。很多领导拿下属没办法，究其原因就是太相信人性，心慈手软。做老板太仁慈，就是拿刀给人捅自己。带团队，好的制度能让坏人成为好人，不好的制度会让好人变坏人。好的制度肯定是信任和监督同时存在的。2. 权力制衡术。制衡术也叫若尘术，不能让手下权力太大或对他过于依赖，这样会消减自己的权力。哪怕是公司战略需要，提拔了一个人起来，也要尽快的提拔另外一个人起来，用来制衡他。当他的权力太大，就会对你造成威胁。所谓制衡术，就是把下属的力量化整为0，不可以让任何一方力量做得太大。如果要是有任何一方敢背叛我们，其他的力量就会攻击这个背叛者。老板不能只重用忠臣，也不能只重用奸臣，忠臣势力大了，就要重用奸臣，奸臣势力大了，
就要重用忠臣，这就是忠臣和好臣之间的相互制衡。原来我看历史就不明白，为什么皇帝要冷落那些忠臣，反而使用奸臣。后来搞明白了，当忠臣势力太大，他们对皇帝的威胁一点不亚于奸臣，皇帝重用奸臣的目的就是为了制衡忠臣。优秀的老板就是不断平衡忠臣和奸臣之间的势力，他们之间打得越厉害，老板的权力就越安全。如果他们之间不打了，他们就会来打你。刘邦打完江山，花了8年时间，把有威胁的异姓诸侯全铲除了，把封地给到了自己老刘家亲戚。历史证明，同姓封王并不比异姓封王更可靠。异姓王爷如果有想法，最多是想割据，同姓王爷就不同了，如果同姓王一心化，那他想的就是篡位了。以刘邦的政治智慧，他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刘邦并没有把那些开国重臣全部杀掉，那些没有封王的重臣多半都被留下来了。一方面是北边还有匈奴，得留点人打仗，另外一方面，这些留下来的重臣可以用来平衡那些老刘家王爷。老刘家的王爷对这些重臣也可以形成制衡，刘邦就可以超越他们两方的力量之上，居间操控。刘邦一死，刘家王爷果然犯上作乱了，这些留下来的重臣马上就起作用了，没两下就把作乱给平息掉了。我们到全国各地培训，发现很多老板经常被一方势力特别大的乱臣贼子天天要挟，老板把制衡梳完好，管理团队是件轻松的事。权力的安全对于一个老板来说，手上拥有的权力就是生命，无论做任何决策，永远是把权力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源的。我们重点需要防备有权力的高管。防范的标准并不是看这些高管是不是有能力，是不是有威望，是不是个好人，评判标准是看他是否具备造反的能力。如果一旦高管具备这个能力，就必须要找个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拿下。一个人想造反，并不是他具备造反的心，而是他具备了造反的能力，他才会有造反的心。康熙为神魔要拿下鳌拜和吴三桂，当时鳌拜和吴三桂虽然有点不把康熙放在眼里，但是他们绝对不敢有造反的心。因为在古代做皇帝，能力不是排在第一的，你的正统性才是最重要的。只要你是皇家血脉，哪怕你只是一个7、8岁的小孩，大家都会拥护你。只要你这个皇帝来路不明，所有的力量都会把你当成反贼来打。所以鳌拜和吴三桂是不敢轻易造反的。康熙拿下他们两个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已经具备了造反的能力，哪怕是鱼死网破都必须要拿下。拿下这种人是很讲权术，处理这种事情不能直接行使我们的权力，必须要采取一些手段来暗箱操作，才能够顺利的把他们铲除。如果你按照正规的程式来铲除他，就会给他充分的准备时间。有造反能力的人是有很大的破坏能力的，保不齐还没有等到你安全的把他拿下，他就已经打你个措手不及了。先要把他边缘化，温水煮青蛙，把他调离主要岗位，削减他的力量，让他失去身边的依靠，再给他制造出任务陷阱，最后让他无力反抗，这样铲除权力大又不听话的高管才更加有效。如果你什么都完明的都按成事来，是不会有好效果的。在西汉时期，当时的各路诸侯王的势力已经非常的强大，汉景帝的权力已经受到威胁。当时有一个叫晁错的，直接建议汉景帝削藩。这个建议引起了七国之乱，差一点搞得汉景帝丢了皇位。汉景帝没有办法，只能把晁错杀了，来向七国证明削藩不是自己的意思，是晁错出的馊主意。晁错真可怜，就这样做了替死鬼。汉武帝面对同样的事情，直接采取了一个很厉害的谋略，叫推恩令。推恩令是什么意思呢？七国的王爷在当地就相当于一国之君，他们的权力太大了，很容易动员全国的力量来攻打汉武帝。汉武帝想了一招，把诸侯国王爷的权力打散，他让这些诸侯王的亲戚全部去当官，王爷的哥哥当市长，
弟弟当县长，侄子当镇长，小舅子当村长。当王爷的权力被分化，亲戚都当官了，肯定都会为自的利益着想，不会什么话都听王爷的，他们需要权衡利弊。这样一来，王爷很难去动员这些人去攻打汉武帝。汉武帝这一招玩得好，名为推恩，实则削藩。3. 最厉害的洗脑术，一个企业就像一个王国一样，老板就是这个企业的君王，高管就是大臣，员工就是百姓，所以老板的育人术也可以叫帝王术。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皇帝和百姓所学习的东西是完全相反的，同理，老板和员工的学的东西也应该是相反的。各位想要学好育人术，必须要遵守2个原则：第一，要否定你过去认为对的思想；第二，开始接受你过去认为错的思想。过去你学习的都是有关于真善美之类的思想，那就是员工思想。而今天你开始学习老板的谋略和手段。想成就大业，必须是爱员工和顾客的，必须是胸怀天下的。但仅此不够，因为很多在手段上真善美的老板被员工玩得团团转，我们才需要一些厉害的手段来控制团队，目的是实现我们和员工共同的梦想。所以一个优秀的老板必须要具备苦萨心肠加雷霆手段。如何给员工洗脑？洗脑的第一个核心就是改变员工的价值观，这个步骤是最难的，需要我们时刻的宣传和不断的灌输。因为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很早就形成了，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就等于把一个人的大脑给改变成我们想要的物种了。如何改变员工的价值观呢？我们都听过半部《论语野天下》，这句话是北宋宰相齐赵普说的，就是因为他这句话，我发现中国有很多的老板在《论语》里面去找如何驾驭员工的方法。我们到全国各地去培训，看到很多老板抱着《论语》拼命的读，他们以为只要把《论语》搞透就可以治理员工，把我嘴巴都笑歪了。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说的没错，不过这个书并不是让你读了去管理员工的。《论语》这本书是孔子写出来帮助皇帝给老百姓洗脑用的，用3纲5常和仁义礼智信来束缚他们的思维，让他放弃独立思考的能力，放弃反抗，进行绵羊式教育，自然就好管理了。所以《论语》是拿来给员工读的，你老人家天天抱个《论语》来给自己洗脑，最后把自己洗成了个废物，你说你公司不倒，都对不起你们努力研究《论语》。如果想要员工积极正能量，就叫他天天读羊皮卷。我做员工的时候试过读羊皮卷，每天读遍，心态老好了。想要他努力奋斗，可以给他看些励志电影或者一些残疾人成功的视频或故事。当然，如果你要是每天都去找各种各样的书和电影给他们看，肯定会非常的不方便，所以你要把各种帮他们洗脑的思想全部组合在一起，变成企业文化，这样就比较方便洗脑。总之一句话，你希望员工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天天叫员工早晚读什么思想就可以了。大家要记住一个重点，一定要让员工来读，不可以你天天拿着来给他们讲，你给他们讲是没有用的。你回想一下小时候的老师是怎么教我们的，他在黑板上写个人字，然后教我们重复念，晚上下课还让我们回去抄10遍，不管过多少年，只要有人写出这个字，我们都会坚定不移的念人。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就是让他不断的重复同一个思想。温馨提醒，如果你公司的商业模式是没有多少利润的，而你又不舍得分钱给员工，你的洗脑术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所以你不要想着坑员工，如果你给员工洗脑的目的是坑员工，你的企业必死无疑。给员工洗脑是让团队更有战斗力，让企业更好地实现老板和员工共同的财富梦想。第二个洗脑的关键是改变环境。我们大家应该都听过一句话，叫筑巢才能引凤凰。一个人的基本需求无非就2个，一个是精神上的快乐，一个是身体上的舒适。我们培训过很多老板，发现做得好的企业，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这些老板除了会努力让员工的收入高过同行以外，他们还会在员工的生活福利上大做文章，给员工吃得好，住得好，甚至日常用品都帮员工全买好。大家应该很熟悉海底捞，海底捞的老板张勇对于员工的福利，那真做到了中国企业的极致。这些海底捞的员工，甚至比你这个做老板的都有可能吃得好，住得好。很多人都以为是张勇对员工好，真相不是这样。他让员工在海底捞生活福利上享受最好的待遇，目的是让员工的身体习惯这种舒适的环境。一旦员工离开这样的环境，就受不了了。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海底捞的员工没有人可以挖走。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从穷到富是比较容易适应的，但是一个人从富到穷就适应不了。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你想废掉一个人，那么就请你让他一直待在舒适区里，只要待的时间足够长，他基本就离不开这个舒适区了。4. 操控人性的摄心术。古代有一种非常厉害的控制人性的技术，叫做摄心术。比方说，你去朋友家，朋友如果问你喝不喝东西，大部分人都会说不用了。但是如果朋友这么说有咖啡和绿茶，你喝哪一种？这时调查发现，大部分人会选择要么喝咖啡，要么喝茶。你本来是不想喝的，但为什么第二种问的方式会让你不由自主地选了一种来喝？这是摄心术的核心，让别人进入你的框架，然后达到你的目的。人的潜意识经常会出现机械式反应，比如你正在路上走着，突然有个人跟你说，帮我拍张照，谢谢。大部分情况下你会接下这个相机，而接下那一刻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接下来。关于帮我拍张照这件事，几乎没有人会拒绝。有的男孩子追女朋友也是一样，凡是问对方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基本被拒绝的可能性很高。但是那种不问，而是直接创造一个机会，唱 K 或者看电影时突然就抓住对方的手不放的，成功率往往很高，因为在那一刻对方进入了一个机械式的反应。一条街有2个餐厅都卖面条，顾客进餐厅点餐时，服务员问顾客，您需不需要加一个鸡蛋？结果很多顾客都说不用了。顾客去 B 餐厅点餐时，服务员是这样问的，请问您加一个鸡蛋还是加2个鸡蛋呢？大部分顾客都回答加一个就好了。2个销售人员同样卖一个产品，当顾客说产品太贵了的时候，销售人员说不贵呀，我们的产品品质很好，是因为好才贵呀。结果顾客走了。而 B 销售员面对顾客说太贵了的时候，是这么说的，您是希望我们这个产品再便宜点，然后再能给您多一些礼品，对吗？顾客一下懵了，说对呀。于是销售人员说，那我再申请帮您多打一个折扣，另外再送你一套礼品，您稍等。结果就这样子鬼使神差的，顾客买了这个产品回去。要使用好摄心术的核心在于，就要打破对方的固有思维，让对方进入到一个大脑空白的状态，也叫能量最低点。5. 保持神秘感。戴高乐在1932年时说，没有神秘感就没有威望可言，因为过于熟恶，尊敬之情就不会油然而生，只有像神像一样隐居深庙，才能显示出凛凛的威风。无论是运筹帷幄还是所思所谓，都要令人捉摸不透。他还曾经说过，我是个孤独的人，我如此酷爱孤独。大约在3000年以前，有一个国家叫美狄亚，那里有一个部落，部落首领的名字叫迪奥西，他德高望重，村民有任何纷争，不论是争一口井还是砍错了2棵树，都会找他出面仲裁，摆平疑难。村里其他长老因为年纪渐渐大了而变得昏聩，收受贿赂而变得腐败，只有迪奥西年纪越大越公正，成为部落的司法之神。有一天，迪奥西厌倦了，宣布退休归隐，部落没有了迪奥西，立刻失去了主心骨，导致4分5裂，内斗不止，没有人有办法摆平。终于大家决定还是请迪奥西出山。迪奥西再三谢绝，在村民的苦苦哀求下，
他勉强答应了，但是他提出一个条件，必须建一座深宫，请一批保镖，让他住在里面，永不露面。如果需要找他，必须有专门的亲信通传，周围哪怕是服侍他的秘书，一周也只能见到他的面容一次。由于神秘，狄奥西的权威越发不可侵犯，他后来成为了美狄火亚国王，为美狄亚开疆拓土，为后面一个更加伟大的帝国打下了基础。那个国家的名字叫波斯。一个老板在和手下的人保持良好的情感同时，一定要保持物理的距离，绝对不可以让员工能够揣测到自己的内心，必须保持一定的神秘感。只有自己身边没有特别亲近的人，没有太密切关系的人，才能保证自己安全和权威。只要你决定亲近任何人，都必然会对你未来的管理造成巨大的阻碍。好了，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请您加订阅并按赞、评论、转发。天涯神贴，让我们一起在文字的海洋中探索那些不容错过的精彩时刻。愿这些网络中的瑰宝成为您生活中的一盏明灯，照亮前进的道路。